2025上半年呢，其实就有7部的短剧播放量超过10亿次。因为她整形整得太漂亮了，所以她的未婚妻以为婆婆是小三。我觉得蛮帅的。从中国吹起的短剧热潮已经风靡全球，超级狗血的剧情搭配霸总或是王爷的爱恨情仇，1年的产值竟然已经超过500亿。500亿是人民币。人民币 ？Yes。2018到2019这段时间其实是短剧的萌芽期，最早的短剧雏形呢，其实就是出现在抖音上面，像比较有名就是像中国的李宗恒。你俩先聊完事找我。那台湾呢？阿汉、西达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苹果西达西达。2020年到2021年呢，开始会有一些比较商业化的团队制作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短剧，像是这个时间点开始有霸总爱上我啊，或是富家千金什么复仇录、穿越时空都在这个时候，就是那种言情小说。没错。然后也开始有比较阵容坚强的导演啊、制片跟演员，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就是观众开始习惯看短剧要付费。其实，在官方数据显示，2023年微短剧的市场总产值就已经超过370亿的人民币，而且它的年成长率超过300%。在这个时间点开始，整个产业链已经变得非常的完整，包括从上游的短剧平台、内容制作方到 IP 的授权跟最下游的广告，其实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。那你们可以猜猜看，以中国来讲，他们的电影市场规模大概是多少？600。其实600亿。中国的电影市场规模去年大概是425亿，所以其实短剧是505亿来讲，它短剧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电影。好夸张哦！要叫某情何以堪。而且在去年开始，大家应该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很多的短剧，其实你看到是欧美的，或是像是韩国、泰国。那短剧受欢迎的原因呢，包括有第一个是它的时间很短，那它每一集大概就是1分钟到2分钟，所以其实这种碎片化的娱乐很适合现代人。那再来加上它剧情真的非常的狗血，它很容易上瘾，然后就是它可能停都会停在什么我才是顾家的女主人。社群广告其实是我觉得短剧成功最主要的因素。其实你们应该都会在 Facebook 广告上面很常看到，就是短剧的广告。哦，对，然后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就看一集，你可能还没有被它洗到，但是你下一次看到的时候，它会用衔接下一集的内容给你。哦，难怪。对，我都觉得为什么可以那么顺的看下去？它就是会一直洗你，洗到你中毒去下载为止。我有看过一个，就是男主角妈妈就是从国外回来，但是因为她整形整得太漂亮了，所以她的未婚妻以为婆婆是小三，然后就痛打她一顿，然后就说你这个贱人，你勾引我的老公什么，你不要脸。然后打完之后呢，还不要紧，他把她拎到就是订婚宴的现场，然后就说请就是一些男生去强她。现在欧美的剧情真的也是越走越荒谬。我看过一个是，就是他们在讲狼人伴侣之间要互咬，互咬后他才会命定对方，然后你这边就有一个咬痕，这样在一起之后，他们就会互相心意相通，然后男女主角就会一直互相的，就是用心电感应，心电感应说我很想。Do you want to hear what I'm thinking now? My first time was perfect. I can't wait to d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. 最好笑的是他们演的是就是像现代人类，可他们讲话都会不小心这样。No, you can't. 我觉得他们的尺度很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看，我们如果在讲话的时候，生气的时候，我觉得很荒谬。然后有一些是很新三色，她是一个公主，然后被送到就是那个大汉沙漠之类的，然后她是一个堂堂公主，可是送过去变军妓。然后她就是轮流被强，她最后就死掉之后就突然间重生了，重生回她要被送去的那一天，她就说。我誓死要复仇，我要让所有人血债血还。其实很可怜，只是这是不能笑的，但是因为这剧情太荒谬了。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剧情是比中国还要荒谬。我有看过一个最荒谬的是，他第一集的时候就是女主角的男朋友就劈腿，然后劈腿后他就找了一个老男人去，就隔天后发现那个男的是他的教授。最可怕的是还是他前男友的爸爸，就是很不可思议的剧情。那如果我们详细拆解一下短剧的盈利模式呢，大概有3种。第一种的话，就是它会开始做付费解锁。现在很多的 App 下载，它可能前5到10集是免费的，但是你大概看了5到10集的话，就会开始跟你收费。其实算下来蛮贵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免费。
第二种的话，就是开始会有一些业配的置入，很多的品牌商开始会置入在短剧里面。婆婆都是用什么什么的保养品啊，所以才会被当小三，被当小三。什么小三？你说什么呢？近年来，很多的串流平台开始进驻到短剧这个市场，所以短剧开始也可以跟串流平台去做分润。对，这也是他们主要的盈利来源。那在2025上半年呢，其实就有7部的短剧播放量超过11次，太惊人了。没错，阿莲，你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热门的短剧？好，我分享我自己看过的。好，第一部是《请君入我怀》，只要有朕在，朕不需要你讨好任何人。其实自己讲出来有点害羞。她就是演一个现代女生，然后她后来猝死，然后就穿越到古代，然后古代穿越到就是一个丞相织女的身上，她跟皇上一起中了蛊毒，所以他们命运就是绑在一起。为什么中了蛊毒，命运就会绑在一起？因为他们，反正它的剧情解释就是他们两个的毒是一样的，所以他们就是如果女主角死了，皇帝也会死，所以皇帝一定要保护她。比如说皇上会跟她说，我可以为了你遣散后宫，或是说，你居然是第一次。这是皇上也有就后宫佳丽哦。然后我觉得最荒谬是皇上跟那个女主角说，我也是第一次。屁啦！但很好看的是女主角的妆容其实就是现代妆容。哎，你有看过《墨雨云间》吗？就是有啊，大家都说这一部的妆造比他们还要厉害。它是短剧哦，因为他们真的下重本。第二部应该就是上半年度很红的，你有听过《姚青梨》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昨天教过你的酒。女主角为了救家人，因为她哥哥生了重病，她还需要那个医药费，所以她就跟那个男主角有了第一次的交易，超好拍哦。可是问题是，这种交易的不是很常有吗？但是男主角后来贪恋到女主角的身体，可是因为他的那个男主角人设是霸道总裁，就人家会觉得哦，霸道总裁贪恋我的身体。重点是女主角就是有一天又被骗到酒店去，大家就是想强她，总裁就会适时的出现说，人，我要了。我要断了你们的手脚，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意外发现，原来他们以前就是认识，然后其实都互相暗恋对方，反正最后是修成正果。听起来这个《姚青梨》是一个短剧很有名的 SOP， 就对大概8、9成的短剧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剧情。对，就霸总的话都是这样。然后因为这个剧情就是被翻拍了4部，所以它非常红。短剧最一开始最红的应该就是大家都有听闻是，哎呀，皇后娘娘来打工。没听过，你没听过，你很夸张哎！一个皇后，然后她被诬陷之后穿越到了现代，欠了男主角钱，所以她需要去试镜，刚好那个角色是皇后娘娘，她就看了剧本之后想说，她在写我的人生，然后她在试的时候就一开始，您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如今得胜还朝，却曾遭灭门之罪。大家都开始鼓掌说她就是要演皇后娘娘，然后男主角也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这个平常就是我不爱的老婆，然后变得这么活泼，然后很爱她这样。男主角就会说，从今天起，谁要欺负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这是他的名台词。对。 2025年呢，市场原本预期上半年的短剧成功率大概会在15%，但是其实上半年跑下来的成功率到60%，其实比预期的还要来得高非常多。成功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呢，大概有3个。第一个的话，是因为近年来其实很多串流平台已经是成功置入到这些短剧里面，像是爱奇艺啊、优酷啊，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去自制产短剧了。原本这些串流平台他们就有自己的流量在，所以也让这些短剧的初始流量大量的提升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短剧已经产出很多的 IP couple，对，就是情侣互演，然后可能就是一对的情侣 IP， 他们可能一次就演了10几20部。然后他们就已经培养出自己的粉丝，然后他们的粉丝就会再去找他们2个合作的剧，一直看下去。讲几个你喜欢的，孙悦跟徐艺珍，然后他们拆开之后，就大家还有分析说，那他们的各自流量有没有下滑？对，如果 IP 拆了就会蛮对啊。第3个的话，就是因为真的很多资本开始介入，品牌开始介入，所以其实他们有越多的资金，其实就可以做得更精致化。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，成功率就大幅提升。其实我觉得台湾如果做短剧，应该也蛮有优势的吧，因为我们毕竟20年前就有什么台湾霹雳火之类的8点档，娘家一家人，台湾龙卷风，对。但是台湾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市场基数比较小，对，真的资本相对来说少很多。
那这个问题其实跟台湾10几年前综艺节目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。其实最一开始看到的短剧，好像质感啊，或者是品质都没有到那么高规格。没错，然后最近好像越拍越好，因为我都有看到什么10台劳斯莱斯出镜。我还有看过第1集就有直升机空载男主角，超能力。台湾最大的问题还是进场时间太忙。台湾现在可能适合的方式呢，会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段子。对，因为段子的话，其实它就不用那么高的资本，那相对来讲也可以马上去置入产品，品牌方会比较喜欢。对，因为马上可以变现，可能台湾人的接受度也比较高。没错没错。我觉得如果短剧的这种平台要在台湾发迹，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的。对，台湾的短剧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在 YouTube 的 Shorts 啊，或者是 Instagram 的 Reels 上面去做曝光，结合一些品牌去做产品贩售。其实我觉得这2年短剧的市场还是会蓬勃发展，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拍摄他们会越来越精致化，可是内容是口味越来越重，好像是对新三色的主题越来越多。那其实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会蛮影响社会的，怕会教导到一些可能未成年或者是心智还没那么成熟的小朋友。像你刚才讲，很多都是女主角自带强体质啊，或是说男主角就过度霸道，然后可能我觉得在感情观也会影响到新一代的人。我的女人要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。就是一定会有拍卖会或是舞会，然后男主角就是一定要多金帅气，否则好像就是没有行情。如果说真的有个人把你关在房间，控制你去哪里，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告他。那其实中国政府现在也开始针对这些很洒狗血的短剧祭出了法规。是哦。对，所以其实2025上半年就有超过上千部的中国短剧被中国政府下架。很多对，其实我觉得在这种门槛低，然后没有任何法规限制的情况下，其实的确很容易会走偏。然后加上可能有一些剧情像是校园霸凌，我觉得这种内容对社会来讲都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。在这个市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，还是要相对应的规范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然后我们有找到一个 Top 10的短剧男主角名单，然后阿伦你觉得哪一个最帅？我觉得姚冠宇，他有演什么戏？什么够野？够野，好像叫够野吧？对，我觉得曾辉蛮帅的。他有演一部戏，耻到我们讲不出来。什么？太子爷他过分的野，你对着镜头讲，已经新三色到很像女性的 A 片了。什么坠入纯野？对，坠入纯野是什么东西？那你有看过什么比较荒谬或是搞笑的剧情呢？欢迎留言在下方跟我们分享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OK， 大家拜拜，拜拜。这个算蛮帅的啊，对啊，这个算帅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 OK 啦。他还在挑他不行的。对，这就是皇后娘娘那个，她这么年轻，她是1997的他1997。